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浪。这次给大家带来如何自己办理巴西签证的教程视频。首先核对该网址，相关网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域内。这里官方给您罗列了3个步骤，先是了解自己要办的签证类型，我今天是以办理旅游签证为例进行的，然后预约申请，预约申请后再把表格和收据打印下来，前往签证中心交钱和办理签证事宜。和以往大部分办理签证不同的是，巴西签证付款是要去现场刷卡交钱的。这里是签证类别，网页我已经用翻译软件翻译过了。大家如果有需要办理其他留学和商务类的，可以看一下。今天我以办理旅游签证为例，仅做简单示范。现在我点击顶部的签证类别，访问签证，停留期不超过90天，旅游签证。到达这个页面，页面是纯中文的。如果您的版本是英文，那么请注意网页右上角是有中文版本可以切换的。签证费部分，签证费比较贵，除了签证费，还有服务费。另外，如果你要复印或者邮寄的话，费用还要另外算，具体价格表在网页最下方。总而言之，签证费不算便宜，成本在1000元左右。我们现在看所需材料，点击这个旅游签证审核表。这个表也可以提前下载打印并填写，但是部分区域是巴西签证中心的职员填写的，请勿填错。你可以填写部分信息。这里告诉你了有3个步骤。我们现在还处于在步骤1的状态，先了解流程。下面的页面是告知你的一些要求，首先护照原件，就护照的话，如果有要带上。填写签证申请表，请注意，我现在的表格是旅游签证审核表，而不是签证申请表。审核表和申请表是不一样的。稍后我会演示如何填写。一张近6个月内彩照，尺寸4cm，型号5cm。这里我建议各位电子照和纸质照片都要先保留好，白色背景注意。申请人的在职证明，这是需要准备的材料，要记得葡萄牙文或者英文抬头，自己可以翻译一下。我觉得尽量用英文比较好一些。打印巴西酒店预订单，虽然巴西签证的通过率挺高的，但是这里我建议各位预订能够免费全额退款取消的酒店。未来我将专门做一期视频讲解。申请人在巴西停留的经济实力证明，简单的说，就是把你的钱包晒出来，只要能够证明你有钱付这个旅费即可。要求应该不是很高，必须打印近3个月银行流水，要在最近的10天内打印，余额估计有个2-3万块，我觉得也够了。往返机票行程单，最好是预定能全额退款的机票，以防万一签证拒签。这个其实是有技巧的，未来我将专门出一期视频讲解。第9条比较拗口，这一条适用于你去了巴西又去了智利、阿根廷等第3国的行程的机票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行程，你需要提供第3国的签证和机票，否则的话得提供返程回国机票。第10条适用于未成年人。第11条适用于曾经拿到过巴西永久居留身份但是过期了的人，一般人不适用。第12条是与签证延期以及转换永久签证有关，一般人不适用。最后一页的这块区域部分是仅供巴西签证申请中心填写的。我们返回先前网站，看照片规格，这里讲的比较详细，还有照片样本，其实要求也是跟平时没太大区别，最好不要戴帽子和眼镜。审理时间10个工作日，审理结束后，一般你可以前往签证中心领取或者要求邮寄到家。下载表格，这里需要提前安装这个 Adobe 公司的一个阅读器软件。点击访问该网址，填写在线申请表。现在我们进入该网页，开始填写申请表。先点击这里，也可以右上方先选择语言，没有中文选项，但是有英文。我们点击第2个图标，选择英语，点击 Visa。进入页面后，我为了让大家更了解，我把网页翻译了一下。这里有显示你可以邮寄相关材料办理，但是如果邮寄办理的话，付款可能会麻烦。如果你有疑问，请自行电话咨询巴西签证中心。输入验证码，我们开始申请填表。第一步都是比较常规的信息填写，第1个是名字，第2个是姓。填写生日、婚姻、性别。出生地我选择 China， 省和城市我以上海为例。国籍部分你是否有巴西国籍，我选择 No。下面这个居然是葡萄牙语，我转换成英语后也发现翻译的不是很恰当。最后我猜应该是护照发行方的意思，我选择 China。
你是否拥有其他国籍？我选择 No。父母部分，填写父母姓名、出生地和国籍，注意姓名分开写，名字写前面，姓写后面。这个部分是代理人填写的，如果你找中介填写，这里是填写中介的个人信息。点击 Save 来保存一下，这里会出现一个编号，请复制一下到记事本，因为万一你表格填写一半断网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来找回填写的信息数据。第二部分，签证部分，选择访问的目的类型，我选择 Tourism 旅游，预计到达的日期，计划停留的天数，我选择默认不变1个月，事实最多签发能停留3个月。之前是否有访问过巴西吗？我选择 No。这里有点疑惑，大概的意思是你如何出示你的护照文件，邮寄也可以，第三方也可以，也可以个人，根据自己需求填写。点击下一步，护照的类型，我选择最后一个 passport， 这里别选错。护照号码，E 字开头的那个护照号码。签发的机构，这里我按照护照个人信息页面下面的逐字填写英文，抄一下就行。签发的日期和到期日。其他证件，我打勾 Unknown， 没有。点击下一步，个人信息页面。您的职业，我写 Manager 经理。雇佣机构，这里我随便填写了一个酒店名称，需要填写省市地址以及邮编。这里的邮箱是公司邮箱，手机号码也是公司的手机号码。这里的信息仅做示范举例，请您按照实际情况填写。点击下一步，联系信息。联系的类型，我一开始写的邮箱，其实应该写手机，因为如果没有手机号码是提交不了下一步的。这边你还可以增加多种联系方式，但是手机号码是必填项。永久地址，写你的居住地址加上邮编。这里勾选 Yes， 代表邮寄地址和居住地址相同。如果你还有其他地址，点击这里填写。这里是填写在巴西的联系人信息，我没有，我就勾选 Not informed。第6步，提交你的电子相片，这里有尺寸431×531像素。这里提交你的签名图片，我这边以张三作为签名示例，然后拍照后进行了 PS 修改了尺寸420×240像素大小。上传扫描的文件，这里应该添加酒店预订单截图、飞机票预订截图、护照截图。如果有更多的文件扫描件，那建议全部添加。注意这里网页有一些 bug， 当你添加错误后更改的时候会出现选项消失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尝试退出后再恢复填表，才出现消失了的选项。恢复的时候就需要用到之前出现的 code， 以及填写你的相应个人信息就可以恢复填表。这里我仅做示范，仅提交了护照照片，建议各位在自己填表的时候，请把酒店预订单和机票单截图添加上传进去。这里打勾，声明资料是真实填写。然后点击完成申请。这里又出现这个画面，我们点击 Print Delivery Receipt， 然后会出现一个 PDF 的文档，强烈建议下载后多打印几份。然后先填写一张，这块区域你可以把照片贴好，这块区域是你签名的地方。下面填写联系人姓名和手机，写自己就可以。最好带几张空白的表格过去，以防变动更改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看做什么。步骤3，我们现在要去预约签证申请中心，然后步骤4就是携带相关纸质材料去签证申请中心进行申请，也是当场刷卡付款。这页面里面的预约链接是失效了的，我们回到最开始的网站，点击这里预约申请，选择申请的地点，我选择上海，申请人类型 individual 个人，然后选择日期和时间 ，service type 选择 visa。下面需要自己填写自己的申请人信息以及护照号码。最后一个 remarks 是一个标记的意思，我直接把之前的 code 复制了进去。申请预约成功。这里有预约号自己复制保存到记事本。现在我们点击前往签证中心，可以看到签证申请中心是在什么地方。这里的签证中心应该是外包服务，而不是领事馆内处理，所以很多都是在办公写字楼内。另外，这里有一些常见问题，大家可以自行参考阅读一下。特别提个醒，这里付款的方式是现金和刷借记卡，我却在其他页面看到不收现金，所以最好带上借记卡去。